么从公司里拿钱嘛。说到这个话题，基本上有4种方式哈。第一种是最简单粗暴，就是借款，就从公司直接拿钱，以借款的方式拿出来。好处就一点，不用在当年立刻上税。但是你也最多只能延1年，你到了它缺点是在第2个年度，第2个公司的年结的年度之前，你得把这个钱还回去，还给公司。如果你不还给公司，你就会产生双重收税。双重收税就是说，借出来这个钱是要算成你个人的收入，而且公司也不能抵减。这里面是因为有一个惩罚性的原则在里面，政府他不希望你利用这个借款这个规则来延迟上交的个人税，所以呢，这个方式呢是最不好的一个方式，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考虑，除非其中某一年你特别需要钱，你能保证第2年年结之前及时还回去。明白。那第2种方式就讲到那种发工资，对吗？对，工资和奖金。它的那个好处是什么呢？那么就是说，这个公司能够抵减，得到费用上的抵减。然后它还有就从个人层面来讲，你可以累计 RSP 的退休金退休金的空间可以累计。第2点，将来养老金就是 QPP， 退休的时候，如果你可能能拿得更多一点。原则上 QPP 是你工作过1年，你交过 QPP， 你到时候都能拿，就能拿。但是它和那个每年交满最高额度那个 QPP 的人比，他每个月可能少几百块钱。那你就会考虑到你现在离65岁还有多远？那么65岁之后，你觉得你能拿多少年？我觉得还非常远。很多人在做税务规划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，每个月。因为太长的不确定性，每个月几百块的差值，他可能会忽略不计。第3点就是说，如果像家里头有托儿费用的，那么他的那个托儿费是最低 earned income， 就是赚取积极收入的那一方，低收入的那一方，最多能抵减到那个低收入那一方的2/3。也就是如果你托儿费1年1万块，4万元，那么你的那个赚取的这个 earned income 只有。也是1万块，那么其实你就只能抵减2/3的1万块，6700吧，6700多啊。那如果你没有earned income，你没有工资，那你只有分红，你就不能抵减这个托儿费。因为分红它不是作为主动收入，不是作为earned income。那也就是作为那个有这个托儿费的这一块呢，就可以想考量这对，这是一个考量。还有。在个人报税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一个 credit 叫 Canada Employment Credit， 那个大概是1200多乘以15%，也就是不到200块钱吧。那我们说的是各种各方面的比较，所以你得在软件上运营一下，就能知道最终能差多少。运行下就知道自己的能使用多少的量，是吧？对，还有就是怀孕的。她如果想要拿怀孕生孩子以后想拿产假金，就是父母金，工资收入是可以拿，分红收入不能拿。股东，我们说的是股东。假如说你在怀孕之前你拿的是公司的分红，你不是拿的公司的薪水，你现在停下来了，你去怀孕了，你生孩子了，你想要申请这个 QPIP， 你的那个工资可以让你符合条件，你这个分红收入就不能拿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量。对，没错。缺点是什么？工资的缺点。工资的缺点。最大的缺点那就是要交 DAS， 就是工资税、养老金、QPP。基本上2023年为那个公司和个人加起来要交12.8%，还有 QPIP，就是父母金，还有一个叫 QHSF， 大体上加起来公司和个人加起来，基本上是16%的 DAS， 就是那个薪水的16%。当然你要考虑到6万6以上，那你赚取的薪水超过了6万6以上，你就不用交了。你就那个是大头，那个是12.8%，所以我们在考量，你到底要不要到底是发分红还是薪水，我们还得考量你要发多少。所以呢，你发的额度的多少不一样，你6万6以后，那肯定是薪水划算，因为你没有12.8要交了。还有一种股东从公司拿钱的方式是分红，你分红的那个方式叫 dividend。分红的优点，第一点是不用交 DAS。就是不用交养老金这些的，
立马省了16%，66000以内的。对。然后第二点呢是工资的税率低一点，就是你看我们之前我发的那张表，在4万5万以内分红的税率，合格的股息才4不到4%不到。工资的不合格的股息也就是17点几吧，比工资收入的20几要低。还有就是如果公司有被动收入，我们说的投资收入，它本来是50.17的税率最高税率，如果你股东去拿分红，从公司拿分红发分红，公司那一个层面是能拿回来，要看你发多少啊，最多能拿回来30.67的一个那个退税，分红退税，所以也就是把你的公司的那个税率，被动收入的税率降到19.5%，所以这些都是在考量范围之内。分红的缺点是公司的分红不能抵减公司的收入，如果你公司赚10万块，你如果发4万的薪水，公司就按10.46万去交税，对吗？对。那你如果是发4万的分红给自己，公司还是得按10万去交税。它这个4万的分红不能作为费用抵减那个公司的收入。为什么这样？那就是这样，因为那个分红不是一种费用。那个分红的缺点，一个是你不能作为费用抵减公司的收入，还有就是你不能积攒前面我们说的一个工资能积攒的 RSP 呀，也不能拿那个父母金呐，你也不能那个抵减托儿费呀，所以这些点都在考量范围之内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从我这张表上面看哈，假如你的公司有20万的收入，你如果只是需要从公司拿4万8就能满足你的生活的需求，那如果以拿工资的形式哈，这4万8，那么在公司层面要交的税。一个是要交养老金2848，要交 QPIP 332，交 QHIP 821，公司税我以12.22为例，然后你交18000多，也就是说公司总共交了22000的税。这个4万8发到个人头上作为 gross salary， 个人又要交2848的 QPP，237的 QPIP， 个人税要交7643，我是假设你是单身啊，个人这个层面总共交掉了1万块，17728的税，那么公司的22057和个人的10728，总共交掉了32785的税。如果说这个4万8以分红的方式，那么你公司就整个20万要上税，对吗？对。公司的税率12.2就交掉了24400的税，那没有 DAS， 这个4万8发到个人头上是交4838的个人税，这个情况下你就交了29238，一起交了这么多税，所以你少交了，公司和个人加起来少交了3547的税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有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决定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啥也不问你的具体情况，就告诉你你应该发分红，你应该发工资，那我觉得这是不严谨的啊。一般来说你肯定要根据你的家庭的状况，你个人其他的收入结合起来，你家庭需要的开支。那有的人我家庭需要20万，需要15万，那你都不用考虑这个4万8的分配方案了，是吗？而且还有分配方案。那比如说你是有一些托儿费，那我可以用 salary， 就是工资和分红结合的方式，我可以发1万的工资，4万的分红，或者8000的工资，5万的分红，这种结合的方式，让你也不损失托儿费的。就是把交税的这个降到最低。对，一定要跟你要结合客户的需求和你的目标。我们举的是公司这个是主动收入，对吗？如果是被动收入的又不一样，情况又会不一样，因为你的税率。被动收入的税率又不一样了，发分红你肯定是税率会更低一些。是不是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？这是庸告诉我的。